英國名嘴暗訪中國，回國後破防了，怒斥西方體制只會割韭菜。別搞錯了，今天我們不看無腦吹，也不看故意黑。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當一個帶着滿腦子西方媒體濾鏡，甚至有點防備心的英國硬核政客兼資深媒體人，親自跑到中國溜達了2周後，他的世界觀是如何在鋼鐵森林和社區食堂裡被一點點敲碎，然後又被重新拼湊起來的。這位老外叫邁克爾，英國獨立媒體的創始大佬之一，而坐在演播室裡跟他對談的是他的老搭檔艾倫。這兩個人平時在英國那可是懟天懟地懟空氣的主，結果呢，一趟中國行硬生生把一檔嚴肅的政論節目變成了大型西方體制反思與中國基建誇誇群現場。準備好你的瓜子，咱們直接發車。很多西方人只要一提到中國的高速發展，他們立刻就會條件反射地掏出一個詞：政治宣傳。邁克爾這哥們兒絕對是個狠人，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被充值，他幹了一件非常硬核的事兒。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ourting influencers to improve its image in the West. Indeed, they even invited me on an all-expenses-paid trip to the country last year. I suppose reluctantly, but also politely turned that down and went this year off my own back instead. Now, you might notice my phone camera isn't as good as some of the influencers online. I didn't take a gimbal or even a selfie stick, but I still thought I'd share some moments I thought would be interesting for you guys to see. 听听這濃濃的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兒。邁克爾小哥生怕別人說他拿了錢辦事，硬是自掏腰包買機票，連個自拍杆都沒帶，就拿個破手機在那兒拍。不過哥們兒，你是不是太把自己當盤國際大菜了？還中國政府全額報銷，你當咱們國家的財政預算是天上掉下來的，專門為了請你來溜達一圈嗎？這種被迫害妄想症在西方媒體圈簡直就是職業病。只要你說了中國一句好話，哪怕你說中國的草是綠的，立馬就會有一群人跳出來指着你的鼻子罵你被收買了。所以邁克爾只能小心翼翼地給自己疊甲。不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YouTube 評論區裡馬上就有明白人出來打臉了。一位叫 @zing2022 的網友直接戳破了他的幻想。人家原話是這麼說的，說中國政府邀請網紅來旅遊，這話說的有點誇張了。據我所知，通常是地方文旅部門或者當地企業為了推廣旅遊目的地才去邀請的，這其實再正常不過了。看到沒？人家地方文旅局為了搞點年底 KPI， 拉幾個老外博主來宣傳一下地方特色，到你這兒直接升華成了國家級戰略。更有意思的是，一位油管知名旅行博主 @Michelle_Ponte 在評論區直接甩出了王炸。作為一名旅行博主，我發現邀請網紅推廣目的地的不只是中國，而是每個國家都一樣。我經常收到邀請，甚至一些頻道比我大得多的同行也推廣過美國的城鎮。不過沒關係，自費就自費，花自己的錢受最大的震撼。這波精神洗禮絕對物超所值。他本以為能拍到點什麼西方媒體喜聞樂見的壓抑畫面，結果當他踏上重慶這片土地時，瞬間就被這裡的賽博朋克都市感給幹懵了。穿樓而過的單軌列車，夜晚亮起如同未來世界的 LED 天際線，還有那讓人窒息卻又充滿活力的建築密度。邁克爾直言不諱地表示，如果在倫敦，這種高密度的建築早就被叫停了。理由肯定是那些虛無縹緲的不符合當地特色。這其實就是西方城市建設的通病，打着保護特色的幌子，掩蓋着低效和無能。邁克爾在重慶的街頭吃着燒烤，看着頭頂穿梭的輕軌，他突然意識到，去一個不害怕高密度的城市，感覺居然這麼爽。這是一種不懼怕未來，敢於大破大立的魄力。而這種魄力在如今暮氣沉沉的歐洲，早就成了稀缺品。真正讓這兩位英國學者破防的，根本不是什麼高樓大廈，而是地鐵站裡一張普普通通的宣傳海報。The text in Chinese says, "Promo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reate high quality life." Which is pretty much my politics in a sentence. This one has the image of the monorail going into the apartment building that's sort of iconic now. It says, "Speed up and run, move forward." And then this one say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tropolitan area on rails." 就這幾句我們在國內見怪不怪的標語，直接擊穿了邁克爾的心理防線。為什麼？因為在英國的地鐵裡，你看到的永遠是不要盯着別人看，不要性騷擾，不要亂扔垃圾。英國的公共空間充滿了防備、警告和戾氣，而中國的海報上寫滿的是對未來的願景，是我們正在建設基礎設施，為了讓你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一個極其微小的反差，直接引爆了对谈嘉賓艾倫的輸出引擎。接下來的這段話堪稱全場最高能的毒舌時刻，建議全體起立聆聽。Was because we're not a country anymore, Michael. We're a Ponzi scheme. This country is a Ponzi scheme. It doesn't have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t doesn't have a sense of collectivity and meaning like many other places do. 你敢信？堂堂大英帝國，曾經的日不落，竟然被自家的知識分子指着鼻子罵作龐氏騙局。艾倫的這番話簡直是一把生鏽的鈍刀，一刀一刀再割英國政府的肉。他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英國最後的遮羞布。現在的英國根本不是一個擁有主權意識的國家，而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區，是美國資本和科技巨頭的韭菜地，是華爾街資產管理公司肆意剝削的遊樂場。艾倫甚至拿英國交通警察局 BTP 開涮，英國的火車上每10分鐘就廣播一次，看到可疑情況請聯繫 BTP。 但現實是 BTP 早就被裁撤的名存實亡了，車廂被砸爛，根本沒人管。英國政府就是用一個海市蜃樓，一個虛擬的符號來糊弄老百姓。沒有實質內容的國家怎麼可能塑造出充滿活力的未來構想？當中國的宣傳在展示我們能建造出色的高速列車時，英國的宣傳只能停留在求求你們別再互相傷害了。這不僅僅是基建的落後，這是整個國家精神氣的大潰敗。什麼是降維打擊？這就是不用一槍一彈，僅僅是地鐵裡的一張海報，就足以讓一個西方精英對自己的國家體制產生深深的絕望。帶着這種深深的自我懷疑，邁克爾來到了成都。他本來還抱着一絲西方人的刻板擔憂，中國發展的這麼快，14億人是不是每天都在瘋狂內卷，根本沒時間享受生活。結果到了成都一看，好家伙，這哪是內卷之都，這簡直是東方巴塞羅那。河邊的咖啡館，街頭喝啤酒吃火鍋的年輕人，這種鬆弛感直接把他看傻了。但最讓他震驚的是成都的高架橋。 You can see there you've got a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 with all of those vines going up those concrete motorways. Now, I'd never imagined a concrete motorway could be beautiful. And when you walk around at night under those motorways, they're actually quite pro-social places. So here you have people having beers and a barbecue. 滿街的電動汽車讓原本喧鬧的主幹道變得異常安靜，而灰白色的混凝土高架橋上爬滿了綠色的藤蔓和鮮花。高架橋下不再是流浪漢的聚集地，也不是充斥着尿騷味的陰暗角落，而是成群結隊的老年人在那裡唱歌、跳舞、吹奏樂器。邁克爾拍下了一群退休老人在立交橋下開音樂會的畫面，他甚至一度擔心會不會有警察來趕人，結果一位穿着像保安的大爺直接招呼他，來，坐下聽。這一幕讓邁克爾徹底放下了防備，這不是政府安排的公關秀，這是中國老百姓真真實實的日常。而當邁克爾把這幅畫面帶回英國時，艾倫再次發出了靈魂拷問，為什麼英國做不到？答案極其扎心，不是英國的氣候不適合種樹，而是英國的體制爛透了。艾倫爆出了一個讓人驚掉下巴的內幕。 Because Serco Capita G4S would say, sorry mate, 100 grand to plant the creeper. B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t's a creeper. It's literally a problem. They grow so quickly and so much. It's literally a problem. What do you mean 100 grand? Sorry, £100,000 and then £20,000 a year maintenance costs. 這就是西方引以為傲的私有化和外包。修個斑馬線要10萬英鎊，種一棵樹要5000英鎊，簽個合同一簽就是25年。地方政府被這些寄生蟲一樣的外包公司吸血吸的骨頭渣子都不剩。中國為什麼能把高架橋弄得像花園一樣？因為中國的公共服務沒有那些巧立名目、瘋狂尋租的中間商賺差價。在西方，資本的邏輯是什麼能賺錢我就幹什麼。在中國，公共服務的邏輯是什麼對老百姓好我就幹什麼。這面鏡子一照，西方所謂的高效市場體制瞬間變成了一個笑話。外包公司在狂歡，納稅人在滴血，這就是資本主義運作的終極奧義。邁克爾在上海的見聞更是把這種魔幻的張力拉到了極點。他去參觀了上海的曹楊新村，這是上世紀50年代為產業工人建造的社區。在這裡，他看到了一個讓西方左翼分子狂喜的畫面。This is a community canteen run by the party. They have them sort of in cities everywhere, loads in Shanghai, and they'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elderly people to get cheap meals and to get out of the house. Young people can go though as well. We did. The meal was delicious. Cost about £2. Can you imagine a more balanced meal for £2? And it was completely heaving. 2英鎊約合不到20塊人民幣就能吃上一頓營養均衡、有葷有素的熱乎飯菜。
食堂裡擠滿了人，不僅有老人，還有年輕人。樓上是托兒所，隔壁是老年人吹薩克斯唱歌的活動室。1樓甚至還開着一家比英國 Prita 還要高級的精品咖啡店，旁邊擺着供人閱讀的黨建書籍。邁克爾直呼，這簡直就是傳說中的全自動化豪華共產主義。老有所依，幼有所育，這不就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終極形態嗎？西方整天在報紙上渲染中國面臨老齡化危機，但在真實的中國社區裡，老人們過着比無數西方年輕人還要體面、有尊嚴、充滿樂趣的晚年生活。但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面，當邁克爾從莊嚴肅穆的中共一大會址地鐵站走出來時，他眼前的景象讓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空間錯亂感。So you can see here, that's the site of the first CPC National Congress, South Hangwo Road. And then you sort of turn around, you see a Chanel shop there. Then you get the Apple shop, which is very prominent on a street corner. 一邊是象徵着無產階級革命起點的歷史聖地，另一邊是香奈兒、蘋果、蒂芙尼、維多利亞的秘密，全世界最頂級的資本主義消費品牌，在這個共產主義的誕生地周圍瘋狂吸金。這種強烈的對比，在西方人眼裡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悖論。但艾倫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背後的東方智慧。這不是什麼悖論，這是鄧小平同志留下的絕對真理，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西方人太執着於意識形態的標籤了，他們總想把一個國家塞進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死板定義裡。但中國根本不吃這一套。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國家牢牢掌控着金融、能源、交通等核心命脈，同時又給市場留出了巨大的空間去創造財富。西方人還在糾結主義，中國人早就把主義變成了工具，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務。這種極致的實用主義才是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完成逆襲的終極密碼。隨着對談的深入，艾倫拋出了一個重量級的經濟學觀察：為什麼中國能主導全球 70% 的鋰電池市場？為什麼中國在無人機、電動汽車、5G 領域形成了壟斷級的優勢？難道僅僅是因為人多嗎？難道僅僅是因為14億人的市場規模嗎？不，艾倫點出了那個西方媒體永遠不敢大聲說出來的秘密。But also because they've basically socialized finance, the banks are broadly owned by the state or by local authorities, or partly owned. The way that credit is allocated to private firms, which also aren't private, they're often owned by the state or by workers. Huawei is apparently owned by its own workers. 划重點了，朋友們，金融社會化。在西方，銀行是私人的，信貸是用來炒房、炒股、玩量化寬鬆 QE 的。西方政府把無數的錢印出來，塞進了年長資產所有者的腰包裡，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導致貧富差距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而在中國，銀行是國家的，信貸是如何分配的？是投給高鐵、投給基建、投給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這樣的科技企業。國家用超低利率的貸款支持這些企業在利潤極低、競爭極度殘酷的行業裡廝殺，最終培育出了能夠橫掃全球的世界級巨頭。在西方是銀行和資本控制政府，在中國是政府控制銀行和資本。就這一條根本性的區別，直接決定了兩個世界的不同命運。西方把金融當成了收割老百姓的鐮刀，而中國把金融變成了推動社會進步的發動機。這番話可以說是徹底扯下了西方所謂自由市場的華麗外衣，把血淋淋的現實擺在了所有人面前。這兩個英國名嘴的對談直接在 YouTube 上引發了地震。咱們來看看那些被震碎三觀的外國網友是怎麼說的，這絕對是一場大型的覺醒派對。一位叫 RTK Lost 4405的老哥更狠，我在中國留學了3年，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幾年。減了50磅能跑半馬，沒有一天停電斷網停水。結果一回國，這些問題全回來了。我的國家被貼上本地區最穩定民主的標籤，經濟強勁，卻根本無法為公民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只要你在中國住上幾年，你就會明白西方人的嘴裡充滿了多少狗屎。在西方，真正過得好、收入增加的，永遠只有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這位老哥算是徹底活明白了，民主的標籤貼得再好看，停水停電的時候也不能當飯吃。西方的制度自信在真金白銀的生活體驗面前脆得像一張紙。網友 itrogurdistray9980 更是直接總結了核心精髓，所有關於中國是不是共產主義的討論都偏離了重點。中國政府控制銀行，從而控制國家的發展方向，而在西方是銀行控制政府，絕了。這句話簡直可以裱起來掛在華爾街的交易大廳裡。
當華爾街的資本大鱷們可以用鈔票左右大選、制定政策的時候，普通老百姓的死活誰會在乎？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能在幾十年裡讓8億人脫貧，而美國的街頭卻擠滿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和吸毒者。既然中國這麼牛，那其他國家能抄作業嗎？在節目的最後，兩位大 V 進行了深度的探討。艾倫認為，对於像越南、孟加拉國這樣的中低收入國家，他們或許可以學習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但絕對學不來中國的終極模式。為什麼？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年不間斷文明的超級大國，中國的組織能力、國家能力、動員能力在這個星球上是獨一無二的。你讓刚果或者埃塞俄比亞去抄中國的作業，那絕对是東施效顰。但艾倫提出了一個極其敏銳的觀點，真正應該向中國學習的不是那些窮國，而是英國、德國、法國，甚至是美國這些所謂的發達國家。西方國家應該看看中國，重新思考政治與經濟生產的關係，重新思考如何對待能源，如何對待金融。如果西方繼續沉迷於印鈔票救市，把財富轉移給富裕階層的遊戲，那麼他們在面對中國這種將資源精準投向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的國家級降維打擊時，必將毫無還手之力。這才是最讓西方精英膽寒的地方。他們一直以為中國只是一個廉價的世界工廠，結果猛然抬頭一看，中國已經站在了產業鏈的頂端，用一種更先進、更高效、更關心底層人民死活的體制，對西方進行了全方位的降維碾壓。視頻的最後，邁克爾從包裡掏出了一件極具賽博朋克感的禮物，一個從中共1大紀念館買來的充電寶。It is a batter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eum that says believe in power. 沒錯，相信力量，不是相信資本的力量，不是相信資本家畫出的大餅，而是相信一個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擁有強大執行力和長遠願景的國家力量。當西方的政客們還在為了幾張選票互相扯皮，把國家變成資本的提款機時，中國正在用一条条高鐵、一個個社區食堂、一座座長滿綠色藤蔓的高架橋，默默地向全世界展示什麼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西方那套搖搖欲墜的龐氏騙局還能忽悠多久？咱們拭目以待。這裡是賽博集結號，如果這期視頻讓你覺得解氣透徹，別忘了點讚、評論、轉發，順便點個關注。咱們下期繼續毒舌看世界。